男人万万没有想到，他曾经最要好的朋友，此刻为了刺杀自己的使徒，竟然再次开启了黑暗形态。当格兰仕变成怪物形态向他发起攻击时，银尘不仅没有躲避，而且张开了双手。可结果下一秒，他就被对方的攻击打飞了出去。而就连已经开启女神裙摆防御的麒麟，也被这怪物轻松破开了防御。眼见怪物要伤害麒麟，银尘情急之下突然使出了他曾经作为天之使徒的天赋4项极限。只见银尘同时释放4种灵力朝着怪物攻去，而在4项极限天赋的作用下，怪物很快就慢慢变小，最后消失不见。银尘连忙上前带着麒麟离开这里。他将麒麟带到山洞后，赶紧用自己的灵力为他疗伤。随着灵力源源不断注入麒麟的身体，一旁的央泽突然发现麒麟的身上居然有黄金壁垒，这正是能抵御白银祭司精神浸染的黄金壁垒。于是央泽将他刚才看到的事告诉了银尘。麒麟，他有黄金壁垒，如果那样的话，那他就是玄苍最重要的人，他是拯救玄苍唯一的希望。七度王权，我会不遗余力地保护好麒麟。麒麟绝对不能死。而就在这时，一股强大的杀戮气息传来，银尘立马察觉到幽冥就在附近，他嘱托央泽赶紧去保护麒麟，自己留下对付幽冥。等央泽走后，银尘用灵力封印了洞口。此时幽冥已经出现在了银尘的面前，他给银尘安上勾结暗潮的罪名，要对他立即执行洪训。幽冥放出亡灵之力来对付银尘，银尘也放出了自己的灵兽血刺。刚开始血刺还能抵挡这些亡灵，可随着他越来越多，血刺也招架不住。银尘见状，立马使出了自己的天赋无限灵气同调，他召唤出了许多灵气，并为其附上冰雪灵力，然后操控这些灵气朝着亡灵攻去。可结果这些亡灵却并没有减少，原来幽冥利用自己的灵气死亡镜面，源源不断将他们投射出来，也就是说他拥有了无限的傀儡。而银尘此时灵力已经被消耗了太多，他已经无力再抵挡幽冥的全力一击，最后被打飞了出去。银尘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幽冥进入洞穴，于是他使出了自己最后的手段4项极限。银尘施展4项极限向幽冥发起了攻击，幽冥也放出亡灵之力来回应，两股力量冲撞在一起，产生了巨大冲击，两人都被这股冲击重伤在地。眼见银尘已经是强弩之末，幽冥居然还有余力上前对付银尘，眼看银尘就要败在幽冥手下，一股玄鸟之力突然从洞中飞出，紧接着麒麟骑着苍雪之牙出现，带走了银尘。等他们来到安全地方后，麒麟却是对着死去的央泽一言不发，然后默默将他安葬在了石棺里。当银尘上前安慰他时，麒麟才说出了缘由，原来央泽为了保护麒麟，竟将自己身上的玄鸟之力传给了麒麟。随着玄鸟之力传入麒麟的身体，麒麟也终于醒了过来，而央泽失去了玄鸟之力，却变成了普通人。他为了保护麒麟，替他挡下了幽冥的攻击，最终央泽命不久矣。临死前，他嘱托麒麟一定要好好活下去，未来拯救玄苍的重任就靠他了。而央泽的离去也让麒麟决定去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事。我想好了，从今天起，我就是暗潮首领，祖金之子。央泽真的想好了。男人拿出一块灵玉悬浮到空中，然后释放全身的玄鸟之力来激活灵玉。而与此同时，身处玄苍各地的暗潮灵术师们都感应到了这股力量的召唤。麒麟召唤这些灵术师们是为了履行央泽没有完成的使命。会是第一次接任暗潮首领，麒麟怕众人对他不够信任，于是直接展示出自己的玄鸟之力。可没想到一名女灵术师看见他后，惊吓的直接捂住了嘴巴。女孩一眼发现眼前的首领是假的，而她也明白央泽已经不在了，但她并没有揭穿麒麟的身份，而是一直附和着麒麟替她说话。之后麒麟才知道，原来女孩一直喜欢央泽，但她的这份喜欢一直没有得到回应，却没想现在得到的竟是他的最后一件遗物。麒麟也表示一定会完成央泽没有完成的事。而另一边，麒麟成为暗潮首领的事也被白银祭司知晓。白银祭司让雷亚前去麒麟出生的福泽镇查探他的身世。雷亚来到麒麟生活过的酒馆后，立马施展出感知天赋，还原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。从过去的画面中，雷亚发现当初是祖金王将麒麟送到了福泽镇，为了防止别人发现他完美容器的印记，祖金王用灵力将其掩盖，然后丢下他就离开了。随后雷亚将查探情况告诉了白银祭司。完美容器失而得，我们的计划终于可以实现。现在只需要麒麟回到玄苍王室，接受我们的控制。为了让麒麟这个完美容器接受他们的控制，白银祭司安排南药王将麒麟接回了玄苍王室，随后让麒麟前往帝都心脏接受洗礼。殊不知洗礼过程就是白银祭司利用精神浸染控制整个王室，成为自己的傀儡。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进入我脑内，它在浸染我的意识。难道说洗礼就是精神浸染？撑住，麒麟，你要撑住，绝不能被他控制。麒麟身上的黄金壁垒能够免疫精神浸染，所以在洗礼过后，麒麟并没有察觉到身体的变化。很快，白银祭司通过眼线知道了麒麟洗礼没有成功。麒麟体内有一股未知的力量，在受洗时产生作用，保护了麒麟的心智。的确蹊跷，无论如何，必须尽快让麒麟成功接受第一次洗礼。是，而麒麟这边也发现了有人在监视他，于是让幽花配合他演戏骗过对方。等方奇拉离开后，幽花将解开封印的方法告诉了麒麟。原来麒麟之前在书房发现一处结界，而当他用幽花的方法打开结界时，却发现是一把被封印的书简。以麒麟的灵力无法打开，于是他找到银尘帮忙。当银尘用灵力打开被封印的书简时，他被完全震惊到了，上面的图案和麒麟身上的一样。而从书简的内容，麒麟也知道了被白银祭司制造出的完美容器就是自己。当银尘看见麒麟得知真相后变得异常激动时，他突然就后悔让麒麟进宫找完美容器了。不管你是什么，麒麟，你永远都是我的使徒，我永远都是你的王爵，我就是完美容器啊，我就是白银祭司的傀儡。